赵师弟，不要高兴得太早，那妖女可没那么好对付。吴昆仑泼冷水的道，随后又问向江七杀：江师兄，不知你到底有何妙计？不妨说来听听。妖女的事情还需从长计议，反正距离天路开启还有一段时日，我们只要在天路开启之前将她收拾掉即可。但是眼下有些人可是正找上门来，迫不及待的想要我们给予一些教训呢。江七杀盯着那硕大的殿门冷然一笑，说话之间大袖一挥，那紧闭的殿门便一声开启。这一刻，吴昆仑与赵月天皆是心领神会的意识到了什么，他们规矩的站在江七杀的身后，面无表情的看着殿门外的风吹草动。果不其然，片刻之后，慕容命天出现了，并且在他的身后还跟着慕容聂空、慕容寻、第二仙等诛仙群岛的众多强者，正浩浩荡荡的向这座宫殿行来，并且此刻他们的气势与先前完全不同，尤其是慕容命天，虽然依然面带笑容，但却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殷勤。江七杀小友，你出来了，怎么样？在那成仙路内可有收获？慕容命天走进主殿后，哈哈大笑道。慕容命天，你何必明知故问？我若真的在成仙路内有所收获的话，想必你笑的就不会这么开心了吧？不过你放心，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咒土门的，我什么时候想取都可以，并不急于一时。倒是你特意来到此处，该不会只是为了说这么一句废话吧？江七杀面带微笑，话语却异常凌厉，丝毫不留情面。听得此话，诛仙群岛的众人脸色皆是很不好看，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只是规矩地站在慕容命天的身后，因为他们基本都见识过江七杀的手段，亲眼目睹了江七杀力挽狂澜，将缥缈仙姑击败的一幕，知道这个四品武王的年轻人有多恐怖，所以不敢轻易得罪。哈哈，江七杀小友真是聪明，而我也最喜欢与聪明人打交道。我今日来此没有别的事，只是想将紫菱接走，不管他犯过什么样的过错，但毕竟是我慕容家未过门的媳妇，在这里受牢狱之灾，总归是不妥。慕容命天说话之间，将目光投向了紫菱。与此同时，慕容寻的目光也是投向了紫菱这个名义上的未婚妻，并且他那一双眼睛正不安分地打量着紫菱那完美的娇躯。他已经知道了楚风与紫菱的恋人关系，所以从他那狠毒而又蕴藏着荧光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在打着怎样的复仇算盘。不，我才不跟你们走，我不是你慕容家的人，我是楚风的未婚妻。紫菱大声说道。这可由不得你。慕容命天冷然一笑，随后那看哭的手掌猛然探出，一股强劲的掌力便汹涌而来，冲向了紫菱，想要将关押紫菱牢笼轰碎。然而那股掌力还未靠近，一层波动便浮现而出，竟然无声无息的将慕容命天的攻势化解。江七杀，你这是何意？见状，慕容命天面容未变，看向江七杀质问道，因为他知道是江七杀出的手。慕容命天，并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只是我师弟狂百年，如今在他人手中，那人明确的说了，不能让紫菱他们出现任何岔子，我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危才行。所以你们还是走吧。江七杀很是随意的摆了摆手，这是在赶慕容命天他们离开。我说了，紫菱是我慕容家未来的媳妇，我怎么可能对她不利？慕容命天狡辩道。那可未必。江七杀淡淡的道。江七杀，这么说来，你是不信任我？慕容命天的脸色有些难看。没错，我从始至终就没信任过你。江七杀站起身来，用那凌厉的双眼紧紧地盯着慕容命天，很是郑重的道：江七杀，我劝你做人不要太过分，我对你一而再的容忍，不过是出于对盟友的尊重，你千万不要觉得我这是怕了你。慕容命天指着江七杀怒声呵斥道：盟友，其实忘记告诉了你，在我的眼中，你们可不是什么盟友，而是一群狗。对于狗，我需要尊重吗？江七杀哈哈大笑，笑得异常的讽刺。江七杀，你真是欺人太甚。听得此话，慕容命天终于大怒，手腕一转，一把光芒四射的王冰便出现在手中。七品武王的修为本就极强，再配上王冰的王者之势，那种威势更是足以惊天动地，所向披靡。这一刻，一层又一层磅礴的气息形成了狂暴的飓风，不断的自慕容命天的体内汹涌而出，席卷而去。这使得整座大殿都是剧烈摇晃，无数个摆设在主殿内的小物件开始滑落摔碎。若不是这宫殿乃是传自远古，异常坚固，恐怕早就被这股强大威势硬生生的震成粉碎。然而哪怕慕容命天此刻的威势如此强大，可是江七杀却是丝毫不惧。他冷然一笑，随后掌心一翻，一把火红色的大戟便出现在了手中。那火红色的大戟一出，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便散发而出，只在一瞬间便覆盖大殿，甚至将慕容命天的威势都给掩盖了下去。此时此刻，在这主殿之内，除了江七杀三人外，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威压，一种难以形容的压力，压迫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甚至慕容命天握在手中的那件王冰，此刻竟也在微微颤动。身为王冰的他，竟然胆怯了。这一刻，慕容命天道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他再度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江七杀手中的火红色大戟，而越是打量他眼中的惊恐便越是浓重。最后他竟然袖袍一抖，竟将自己手中的王冰收起，同时也是收回了自己那七品武王的威压，一脸惭愧的道：江七杀小友，刚刚是老夫冲动了，还望不要见怪。这场交锋还未正式开始，慕容命天竟已认输。见慕容命天服软，江七杀则是冷然一笑，他手握火红色大戟，虽只是四品武王的修为，可是他的气息却比慕容命天还要强悍。他往那里一站，就宛如不可战胜的战神，有抹杀在座所有人的能力，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恐惧。突然
江七杀将手中的火红色大戟猛然一挥，整座主殿都是剧烈一颤，指着慕容命天高声说道：“慕容命天，我尊你是前辈，所以之前一直给你留有颜面，并未让你在后人面前有所难堪。不过我看你也真是给脸不要脸，不给你点颜色，你就忘了谁强谁弱，为主为奴，还真的以为区区7品武王的你能与我纣土们平起平坐了不成？”江七杀说话之间，一股更为磅礴的威压自那手中的大戟之中释放而出，那威压之强，哪怕是慕容命天也是不由身躯一颤，向后倒退2步才稳住身形。而除了慕容命天外，诛仙群岛的众人更是双腿一软，直接被那强大的威压压迫的跪倒在了地上，甚至更有甚者，直接趴在了地上，根本就是无力站起。江七杀小友还望高抬贵手，先前是我不对，是我没有认清楚自己的位置，只要你给予我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诛仙群岛愿意追随你纣土门，从此为你纣土门卖命，尽心尽力，不敢不敬。见状，慕容命天赶忙弯腰施礼，极其卑微的请求道：“只不过对于这一幕，江七杀却是淡然一笑，随后道：若想活命，就给我跪地磕头，开口求饶。若是求得我高兴，便给你们一个机会，想让我家老祖对你磕头，你休想！”听得此话，诛仙群岛的一人怒声呵斥道。然而他话音刚落，只听一声闷响传来，那人便直接化成了一道血水。见到这一幕，众人又惊又恐，但却也有人勃然大怒，因为慕容命天对于他们来说可是老祖宗，他们可以放弃尊严，但是慕容命天却不可以。江七杀让慕容命天下跪，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因为那可是他们的老祖宗，全都给我住口！然而就在这时，慕容命天却是严厉的呵斥一声，并且在其话音落下之后，竟然双膝下落，跪在了地上，并且满面诚恳的道：“江七杀小友，我慕容命天胆大妄为，你要杀要剐我绝无怨言，不过还望给我后人一个活命的机会。”话罢，慕容命天俯身在地，用力的将脑门向的表砸去，他竟然真的要向江七杀磕头认错，只不过他的脑袋还未磕到地上，一只手却是突然出现，将他的脑袋给托住，制止了他磕头的动作。抬头一看，竟然是江七杀。此刻江七杀已经收起了那恐怖的血红色大戟，正笑眯眯的看着慕容命天，轻笑道：“慕容命天，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不过既然你有意悔改，我自然不会难为于你。”说话之间，江七杀将慕容命天搀扶起来，随后走到主殿的座椅上，再度坐了下去，这才挥一挥手道：“都起来吧。”虽然江七杀已经开口，并且也收起了那磅礴的威压，可是诛仙群岛的众人却没有一位站起身来，全都起来吧。见状，慕容命天也是回头对众人说道。见慕容命天开口，诛仙群岛的众人这才纷纷站起身来。此刻的他们一个个皆是满头大汗，脸上挂着古怪的神情，最主要的是他们的身体竟然皆在颤抖，哪怕是堂堂诛仙群岛的岛主慕容聂空也是如此，就如同经历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一般。你们放心，对外来说我们还是合作伙伴，你们依然是这东方海域的霸主，不过你们的心里可要清楚，咱们并非是平起平坐，我们是你们的主人，若是下一次还有谁敢以下犯上，对我们师兄弟指指点点的话，我可就不会这么客气了，懂吗？江七杀以一种主子训斥奴仆的语气说道。多谢江七杀小友，高抬贵手。慕容命天带头说道：“下去吧，好好为我做事，日后我可以带你们离开这弹丸之地，去武之圣土开开眼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修武世界。”江七杀随意的摆了摆手，而慕容命天等人先是施以一礼，这才转身离去。只是比起他们来时的那种嚣张，此刻的他们当真是卑微至极。此刻诛仙群岛的众人心中皆是憋屈到了极点，可却也没有任何办法，没人敢开口说些什么。直到走下山峰之后，慕容命天才开口说道：“你们一定很不解，我为何不与江七杀交手，便主动认输吧？”老祖，我们知道您一定有您的打算。慕容聂空开口说道，而慕容寻等人也是纷纷附和着点头。这些年来，诛仙群岛能够发展的这么顺风顺水，全部都是这位老祖的功劳。他们非常相信慕容命天的决断。江七杀刚刚所拿的兵器很不简单，那不是简单的王兵，有着与风魔剑同样的特性，能偶让我之王兵惧怕的特性。王兵交战，若是还未交手，就已有一方惧怕，那这仗就太难打了。况且我不能保证那特殊的王兵是江七杀最后的手段，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不会与他翻脸，因为若是翻脸后我不敌于他，不仅是我会丧命，你们也全都会被他斩杀。慕容命天说道。老祖，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慕容聂空问道。慕容命天长舒了一口气，随后说出了一个字：人。与此同时，在那座主殿之内，江七杀师兄弟三人则是满面得意地站在远处。师兄，那慕容命天突破到了7品武王，就原形毕露，竟敢对咱们动手，可见此人当真是留不得。你刚刚为何不直接动手杀了他们？赵月天与吴昆仑不解地问道。我要与他斗，自然能够胜他，可7品武王也没那么好对付，恐怕就算胜他，我也会付出一些代价。如今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根本没必要自相残杀。何况在我的眼中，他就是一条狗，不管这狗忠不忠心，只要他能帮着我咬人就行。不过你们也要记住，狗永远是狗，不必拿看人的目光去看他们。若是有一日这狗真的敢来咬主人了，那就将它杀了，吃肉即可。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小小的东方海域而已，有谁能与我们抗衡？我们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那便是那个妖女。不过她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江七杀的嘴角挂着自信且得意的笑容。江七杀的这番话并未传音四说，所以几乎在这主殿内的所有人都清晰地听到了。这江七杀太可怕了，还如此年轻，心机就已如此之深，总感觉在他的手中我们也不是安全的。
反而更危险。苏梅有些担心的传音道：“他的确不是什么好人，不过至少暂时在他手中是安全的。若是刚刚我们真被慕容命天他们带走，慕容寻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苏柔传音回复道：“听闻你是天赐神体。”然而就在这时，那江七杀却突然将目光投向了紫菱，并且面带微笑的向紫菱走了过来。天赐神体，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弱的天赐神体，简直连废物都不如。赵月天也是走了过来，满脸鄙视的看着紫菱。不过当他仔细的看清了紫菱的面容后，嘴角却掀起了一抹邪恶的弧度，怪笑道：“虽然修为弱了些，但是长得还真不赖，这张脸蛋可绝对是我见过最美之人。”说话之间，赵月天又看向江七杀，说道：“师兄，不如你把这丫头收了吧。这丫头虽然修为很弱，但单凭她这脸蛋，你带回去也可以羡煞不少人啊。”赵师弟，江师兄可不是贪恋女色之人，依我看是你想收了这紫菱吧？就在这时，那吴昆仑走了过来，对江七杀说道：“师兄，我已经打探过，此女的确是天赐神体，无疑。当初她降生之时引起的天地异象，声势可不小，有很多人亲眼目睹过，所以关于她是天赐神体之事，应该不会有假。只是不清楚为何她的修武天赋这么弱，竟然是这些人中最弱的一个，究竟是为何？查探一下便知。”江七杀说话之间，意念一动，那封锁紫菱三人的结界牢笼便开启一道大门，他踏步便迈了进去。“你要做什么？离我紫菱妹妹远一点！”见状，苏柔、苏美皆是身形一纵，想要挡住江七杀，可是修为差距如此巨大，他们二人怎么可能挡得住江七杀？刚刚动身，便已被江七杀的气息笼罩，丧失了移动的能力。与此同时，江七杀的手掌已是抓住了紫菱的手腕，认真的观察起来。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啊！慕容命天，你这只老狐狸，手段够狠毒的。不过可惜，你却是为我做了嫁衣。片刻之后，江七杀这才放手，并且在其脸上涌现出了狂喜的笑容，竟然疯狂的大笑出声，并且久久难以平息。对于江七杀的变化，吴昆仑与赵月天感到不解，但却知道肯定是好事，于是一同问道：“江师兄，你发现了什么？”“哈哈，天机不可泄露。不过此女我是要定了。”江七杀说话之间，再度看了一眼紫菱，那种目光不像是看待一个美女，而更像是看待一座宝藏。这一刻，紫菱等人皆是眉头紧皱，他们知道江七杀为何这么说，他一定是发现了扼天丹的秘密，想要将紫菱的天赐神力占为己有。时间飞逝，转眼之间又过去了数日，在东方海域的某处丛林内，有着一间破旧的小庙，小庙之内，楚风三人皆在其中。此刻，楚风与秋水浮烟的状态皆是不错，但是他们的脸上却挂满了愁容，非常担心地看着那倒卧在地上的缥缈仙姑。自从当日缥缈仙姑昏迷，他便一直未曾苏醒，并且他的气息一直在滑落。本是6品武王的他，如今的气息已经降到了5品武王，他的修为竟在退缩。最主要的是，莫说是楚风，就连秋水浮烟对于这种情况也是无能为力，毫无办法。浮烟姐姐，这样下去，缥缈前辈的修为会一降再降，恐怕性命也将不保。我们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了，应该想想办法。楚风担忧的道，他用了不该用的手段，我们都没有办法，只有一个人能救他。算一算时间，他也应该快到了。秋水浮烟说道：“有人要来，是谁？”楚风好奇地问道：“这个人你认识？”秋水浮烟道：“我认识。”楚风更是不解。而就在这时，秋水浮烟的面容突然微微一变，随后抚摸了一下脖颈上的项链，说道：“说起他就到了。”见状，楚风则是赶忙目光投向小庙之外，果不其然，很快的一道身影便出现在了小庙之外，并且快速的飞了进来。太寇前辈，只不过见到这位之后，楚风却是神情大变，眼中充满了意外之色，因为这位老者楚风真的认识。对于这位，楚风不但认识，并且对方还帮过楚风多次大忙。他便是在四海书院呼风唤雨的人物，修为深不可测，来历颇为神秘的太寇。浮烟，你母亲状况如何？太寇进来后，一脸的焦急，并未与楚风打招呼，而是直接向秋水浮烟询问道：“什么母亲？”而听得太寇之话，楚风心中更是一惊，这个词汇可当真是惊到了楚风。你自己去看看吧。秋水浮烟并未回答，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缥缈仙姑。见状，太寇也不再多问，而是单脚一纵，便落到了缥缈仙姑身前，开始盘坐鱼的，认真的观察起缥缈仙姑的状况。观察片刻之后，太寇便拿出几颗药性特殊的丹药，放入了缥缈仙姑的口中，在帮其炼化后，才回过头看向秋水浮烟与楚风道：“你们二人也不要太过担心，虽然他使用了不该使用的手段，导致身体损害严重，但是至少性命可保。”说完，他便不再理会楚风与秋水浮烟，直接运转玄功，布置结界，开始以独特的手段为缥缈仙姑治疗伤势。楚风，我们出去吧，不要打扰他。秋水浮烟说话之间，便向小庙外行去。楚风看了一眼太寇和缥缈仙姑后，也是跟了出去，因为他知道秋水浮烟是有话想要对他说。你一定已经猜到了什么吧？来到安静的角落后，秋水浮烟笑着问道。楚风有些犹豫，最终并未回答。其实你猜的没错，缥缈仙姑是我的母亲，太寇是我的父亲。秋水浮烟颇为感慨地说道。听得此话，楚风还是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虽然早有猜想，但是亲耳从秋水浮烟口中得知这件事情后，楚风还是倍感吃惊，一时之间内心的情绪滚滚翻涌，难以平静。浮烟姐姐，有些话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得知这惊人的消息后，楚风说道：“咱们之间有什么是不能问的？想问什么就问吧。”秋水浮烟道：“缥缈前辈、太寇前辈与你既是一家人，
你们为何不好好的生活在一起，而是相隔异地？是不是其中有什么缘故？楚风好奇地问道。其实我母亲与父亲生下我，这本是一场意外，因为我母亲的师尊曾告诉过我母亲，不得让我母亲与男子有感情，怕这种男女之间的情感束缚我母亲的心，让她不能全心的守护缥缈仙风。选拔继承人，我母亲正是因为答应过她师尊，不与男人有往来，却又无心之间我父亲发生了关系，并且还怀有了我，觉得心中有愧于师尊，所以便不与我父亲相见。但是我心里清楚，母亲是爱着父亲的，并且她心中一直很自责，感觉因为自己的一个誓言，便这样对我父亲，对我父亲来说很不公平，觉得很对不起我父亲。至于我父亲，他也很爱我母亲，因为哪怕是我母亲蛮不讲理的将他赶走，并与他再不见面，我父亲也未曾再找他人相伴，并且似是明白我母亲的苦衷，所以他从不主动与我和母亲见面，也不与我见面。如今我将父亲叫来，不知道我母亲会不会怪我，因为我父亲没有见过我母亲的真实面容，我想我母亲一定也不想让我父亲看到他现在的这个样子。秋水浮烟有些担忧的道。可是太寇前辈可以救缥缈前辈不是吗？如果你不叫太寇前辈来，也许缥缈前辈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所以缥缈前辈一定不会怪浮烟姐姐你。楚风安慰道。所以就算明知我母亲会怪我，我也要将我父亲叫来，因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母亲死去。秋水浮烟道。事后楚风便一直在庙外等候，并未进去打扰太寇对缥缈仙姑的治疗，而因为缥缈仙姑的伤势很是严重，所以这个治疗过程也很是漫长，竟然足足用了2日1夜。这期间楚风与秋水浮烟都很是担心，他们害怕缥缈仙姑熬不过这一劫。浮烟终于，太寇从小庙中走了出来，轻声地呼唤起秋水浮烟的名字。怎么样，我母亲的伤势如何了？见状，秋水浮烟赶忙现身，而楚风也是跟了过来。这一刻，楚风仔细观察了一下太寇，他终于能够看透太寇的实力了。这位老者果然是一位武王强者，并且修为之强，还要在秋水浮烟之上，乃是一位4品武王。虽说比之缥缈仙姑、慕容命天还有慕容聂空这些东方海域的顶尖大人物还弱了一些，但是这种修为在东方海域来说已是极强。只不过此刻太寇气息微弱，脸色也是苍白如纸，可见为了救缥缈仙姑，他也是损耗了自己很多，伤势基本稳定了，过不了多久应该就会醒来。不过我想知道是谁将他逼到这种地步。太寇的语气很是平静，但楚风却能够看到他眼中隐藏的那种怒意，那是一缕非常凶猛的怒火，是诛仙群岛的人，还有5只圣土的人，对方太强了，连我母亲都被逼到这种地步，您就不要乱来了，不然您若是出了什么3长2短，我母亲会更有愧于你。秋水浮烟劝道。你母亲不欠我什么，何必有愧于我？但是不管她怎么看我，在我心中她都是我秋水太寇的妻子，你是我秋水太寇的女儿，如今我的妻子和女儿都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太寇显然不准备善罢甘休。浮烟。而就在这时，破庙内突然传来了微弱的呼唤声，那竟是缥缈仙姑，她竟然苏醒了。浮烟，快进去看看你母亲。见缥缈仙姑苏醒，太寇顿时变得喜悦起来，可是自己又不敢进去。你们先在这里等我，父亲你也先不要走。秋水浮烟嘱咐一句后，便走进了破庙之中。此刻缥缈仙姑果然已经苏醒，并且已经盘坐起来，虽然她的脸色还很是不好看，但比之昏迷之时却好了许多，至少这条命是保住了。只不过她的修为却仍然是5品武王，并未恢复到当初的6品武王，可见她虽然保住了性命，可还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你父亲来了吧？见到秋水浮烟，缥缈仙姑淡淡的开口道。没有啊。秋水浮烟下意识的便摇头否认。别装了，其实我早就醒了，我知道他来了，除了他也没人救得了我。缥缈仙姑说道。母亲，你不要怪我，你也知道，如今来说只有我父亲他能救您，所以只能将我父亲叫来了，否则您若是有什么事，我父亲肯定会怪我一辈子。秋水浮烟有些紧张，可见他还是很怕缥缈仙姑的。傻孩子，我怎么会怪你呢？只是我的这副丑陋阵容全部被他看见了，他一定很后悔当初与我发生关系吧。缥缈仙姑问这番话的时候，尽管表面很是淡定随意，但眼中求流露出一抹担心。没有，父亲，他只是愤怒有人将母亲逼到这种地步，他正准备替母亲您报仇呢。可是父亲再强也只是4品武王，莫说是那5只圣土的将其杀，和那卑鄙狡诈的慕容命天，就算是慕容聂空也不是我父亲能对付的。但是他不听我劝，怎么拦都拦不住。母亲，要不您劝劝他，父亲他一定会听您的话。秋水浮烟劝道。你父亲他真的没有嫌弃我现在这个样子，他也没有怪我离开他这么久。然而缥缈仙姑更为关心的似乎是太寇对他的看法。母亲你放心吧，父亲他很爱您，并且他在乎不是您的容貌，而是您这个人，他心里只有您一个，不然又怎么会独身这么多年？以他的修为，在东方海域什么样的女子找不到呢？秋水浮烟笑着说道。听得秋水浮烟的这番话后，缥缈仙姑先是沉思了一会，过了许久，她释怀的感叹一声，似是决定了什么，所以在其嘴角掀起一抹既苦涩又期待笑意，说道。浮烟，你去将你父亲叫进来吧，我有些话想亲自与他说。真的？那实在是太好了，母亲您等等，我这就去叫父亲。见缥缈仙姑真的要见太寇，秋水浮烟顿时大喜，赶忙跑了出去。而在秋水浮烟离去后，缥缈仙姑则是赶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以及发丝，尽管此刻的她满面疤痕，奇丑无比，但还是想以最完美的一面去见太寇。父亲，我母亲让你进去。秋水浮烟走出来后，浅浅的笑道，她似乎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什么？你母亲要我进去？她肯见我了？
听得此话，太后竟然一脸愕然，又是惊喜又是不安，千真万确。你快进去吧，我母亲可等着呢。秋水拂烟笑得更美了。见状，太后也不再犹豫，连连点头之间，竟单腿点的一蹦一跳的向破庙行去。换作平常，他都是浮空而行，此刻所为显然是紧张所致。对于这一幕，楚风也是忍不住淡淡一笑。在他印象中，太后可是一个天不拍地不怕的怪老头，不过今天一看，他似乎也有惧怕之人。不过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因为他惧怕的是他的心爱之人。扪心自问，楚风不惧怕紫菱、苏柔他们吗？怕，但那是不一样的怕。他怕紫菱他们受委屈，怕他们生自己的气。虽然同样是怕，但性质却完全不同。这样的怕，乃是一种爱的表达。楚风之所以笑，是因为他替太后感到高兴。他能够从秋水拂烟的表情中看出，缥缈仙姑此次见太后，多半是好事。恐怕这对分别多年的夫妻，可能要重新走到一起了。果不其然，过了片刻之后，太后便飘飘然地从破庙内漂浮了出来。此刻的她满面春光，笑得合不拢嘴，别提多高兴了。楚风，快进来，我家婆娘有话对你们说。太后笑得那叫一个灿烂，而她的这句婆娘更是暴露了她为何如此高兴。至少她敢这么叫，定然是缥缈仙姑允许的。二人多半是和好了。见状，楚风先是与秋水拂烟相视一笑，这才一同向破庙内走进来。走近后，太后已经折返到庙内，正贴心地替盘坐于地的缥缈仙姑披衣服。那个相亲相爱的模样，哪里像分隔多年的爱人，简直就像相濡以沫的老夫老妻。二人似乎并未因为多年的相隔而在感情上有所生疏。而在楚风与秋水拂烟进来后，缥缈仙姑则是抬头看了身后的太后一眼。太后回以温柔的一笑后，缥缈仙姑的眼中这才闪现过一抹决意。突然，缥缈仙姑的双手突然急速交叉，打出一道特殊的手诀后，便闭上双眼。与此同时，阵阵黄风自周身围绕，整个人的气息便开始发生变化。他的气息竟然在继续推降，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4品武王，3品武王，2品武王，1品武王，9品武君，只是眨眼间的功夫，缥缈仙姑的修为竟然从武王强者退降到了武君的境界，并且还在急速退降，速度越来越快。对于这一幕，楚风与秋水拂烟皆是吓了一跳。不过看到太后那淡定且平静的模样后，他们却是没有多问。很显然，对于缥缈仙姑此举，太后是知情的，并且应该是没有大碍的。终于，缥缈仙姑的所有修为尽失，她这位堂堂5品武王，此刻竟然成了一丝修武气息都没有，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不过就在这时，缥缈仙姑嘴巴一张，竟然自其口中吐出一颗珍珠大小、散发淡淡微光的光体。看到这个光体之后，楚风顿时眼前一亮，因为这个光体太不简单了，其中蕴含着极强的力量，那是缥缈仙姑一生的修为。这一刻，楚风似乎懂了，原来缥缈仙姑的修为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丢失，而是化作了这颗神奇的珠子。最主要的是，这种变化似乎还是缥缈仙姑故意所为。楚风，我修炼的玄功叫做仙转玄功，这个玄功除了可以燃烧己身修为来获得更强的力量外，还有另外一个功效，那便是将自身的修为凝聚成珠，短暂的传承后人，在关键之际能助后人一战。而这颗珠子叫做仙转传承珠，它凝聚了我的全部修为。虽然凝聚之时消耗了我不少力量，它如今蕴藏的修为只是4品武王，而并非5品武王。但你若是能够将它炼化，再加上你的战力，也许可以对付那将七杀。秋水拂烟笑眯眯的道：“缥缈前辈，这万万不可！”听得此话，楚风大惊，赶忙推脱：“你先听我说完。燃烧己身本是禁忌，就算我不将我这一生修为凝聚成这仙转传承珠，我此生的修为也难有寸步长进，并且还会以很快的速度消逝，最终成为现在这样的废人。与其让它自动消逝，还不如将它凝聚成珠，助你一臂之力。这不仅仅是要你救出紫菱他们，还是为我报仇，替我夺回缥缈仙锋。我答应过师尊，绝对不能让缥缈仙锋落入他人之手，而如今能帮我的也只有你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缥缈仙姑笑着问道。比之以往冷漠的她，如今倒是温和了许多。晚辈明白了。楚风点了点头，他的确已经听明白了缥缈仙姑的意思。缥缈仙姑因为触犯禁忌，她的修为注定是保不住了，变成废人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她之所以将自己的修为凝聚成珠，为的就是想让楚风运用此珠夺回失去的一切。这乃是无奈之举，却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他这么做还有一些机会，若不这么做，那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你是聪明人，应该能够看出来，这仙转传承珠的蕴含的力量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就算你将它炼化后，这修为也不可能一直为你所用，只能短时间内帮助于你。当一定的时限过后，不但这仙转传承珠的修为将离开你的体内，你还将受惨痛的反噬之苦。那反噬之苦虽不至于要你性命，但却是极为难熬的。这一点你可要有心理准备。秋水拂烟补充道：“晚辈明白。若是真的能够救出紫菱他们，夺回缥缈仙锋，替仙姑报仇，只是一点痛楚，又算得了什么？”楚风一脸的决然。虽说那澹台雪已经说过会对付江七杀，可他毕竟只是9品武君，楚风不知道他能有什么手段对付江七杀，也不能确保他能胜过江七杀。正所谓求人不如求己，若是自己有能力做到的事，哪怕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也要靠自己。所以若是有机会，楚风还是想亲自解救紫菱与张天翼他们，毕竟那是自己的爱人与兄弟。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看到那一脸决然的楚风，缥缈仙姑欣慰的点了点头，随后又道：“但是楚风，这仙转传承珠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炼化的，必须修炼仙转玄功的人才能够将其炼化。
而仙转玄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刻画在缥缈仙锋的玄功石碑之上。你若想炼化我的这颗仙转传承珠，首先要修炼仙转玄功，而要想修炼仙转玄功，就要混入缥缈仙锋才可。缥缈仙姑说道：“要混入缥缈仙锋，这怎么可能？如今的缥缈仙锋可是已被诛仙群岛的人占据了。先不说将七杀此人极其危险，单单是慕容命天那个老狐狸就很难对付了，混入其中就已很难。若是想去那记载着仙转玄功的石碑前修炼，这更是不可能的事情。”秋水浮烟一脸的吃惊，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实在太过危险，的确很难。不过若是冒险，还是有些机会的。缥缈仙姑道：“缥缈前辈，您是不是有什么计划？”楚风问道：“计划倒是有，但是也很危险。”缥缈仙姑道：“前辈但说无妨。”楚风一脸的决然，只要能救紫菱他们，再危险的事他也愿意去做。首先你要改变面容，这一点其实倒不难，只不过你的那个百变面具不能用了，因为它绝对瞒不过慕容命天和江七杀的眼睛。若是被他们撞见，你将必死无疑。我这乾坤袋内有一颗易容丹，是我师尊留下来的，你若服用，变化容颜后，他们定然认不出来。你浮烟，你拿给他。缥缈仙姑说话之间，将自己的乾坤袋递给了秋水浮烟。秋水浮烟接过乾坤袋，很快便找到一颗蕴藏着极强药力的丹药，拿出后递给了楚风，但是紧随其后又道：“母亲，就算这颗易容丹能帮助楚风改变容颜，让楚风成功混入缥缈仙锋，可是想靠近那记载了玄功的石碑，也没那么容易啊。浮烟，你将我的混元罐拿出来。”缥缈仙姑再度说道。听得此话，秋水浮烟恍然大悟，似是明白了缥缈仙姑的意思，赶忙自乾坤袋内将一个破旧的土罐拿了出来。楚风距离秋水浮烟很近，不由得打量了一下这个罐子，发现这个罐子很特殊，是一件宝贝，其中蕴藏的阵法也很不简单，有着楚风说不出的神秘之感。然而当楚风将目光投向土罐之中后，却顿时神色巨变，大吃一惊，因为在那土罐之内竟然有着一道沉睡的女子神识，而那个女子楚风也认识，乃是慕容寻的未婚妻亚妃。前辈，这是怎么回事？楚风满面吃惊地问道。想当初在罪恶峡谷，楚风亲眼看到慕容寻将亚妃斩杀，可是如今这道神识却的确是亚妃无疑。亚妃既然没有死，当初你在罪恶峡谷之时，我也在场，我觉得这亚妃有用，所以便趁着慕容寻动杀念之际，使用手段将他的神识偷了出来。如今你能不能成功的修炼仙转玄功，全都靠他了。缥缈仙姑说道。前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楚风见到亚妃还活着，本就吃惊不已，而听得缥缈仙姑此话，更是有些发懵。缥缈仙锋的第一仙非常疼爱亚妃这个孙女，据我所知，他对亚妃的溺爱已经大于对缥缈仙锋的忠心。得知亚妃死后，他悲痛欲绝，若是让他知道亚妃乃是被慕容寻斩杀，定然会对慕容寻恨之入骨。所以只要拿着亚妃的神识去找第一仙，告诉他我有办法让亚妃复活，他多半会帮你。缥缈仙姑道：母亲，万一那第一仙先是答应帮助我们，等到将楚风带入缥缈仙锋后，又对楚风不利，那该怎么办？秋水浮烟很是担心，亚妃在我们手中，第一仙不会拿自己的孙女开玩笑。何况我也说了，这件事本来就伴有巨大的风险，若是能够绝对的成功，也就不存在冒险之说了。缥缈仙姑道。可是秋水浮烟还是不放心。浮烟姐姐，不要说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吧。若是没有猜错，如今的第一仙应该没有在缥缈仙锋，而是在诛仙群岛以前的总部，想要见他应该不难。楚风说话之间，便要将那土罐拿到手中，想要尽快去办此事。楚风，不要急，此事还需从长计议。然而就在这时，缥缈仙姑再度开口，并且摆手示意不让楚风拿那土罐。见状，楚风也是再度坐了回去，知道缥缈仙姑肯定也有计划。慕容命天是什么人，我很清楚。别看他表面对慕容聂空等人很好，但实际上所有人都只是他的棋子罢了。他不会绝对的信任任何人，就算第一仙带你混入缥缈仙锋，也未必能够让你有机会前往玄功石碑看到仙转玄功的修炼方法。所以若想成功，就必须要大赌一局。缥缈仙姑道。缥缈前辈，你所说的赌局是怎样一个赌法？楚风问道。一个不成功便成人的赌法。缥缈仙姑凝重的道。缥缈前辈，您到底想怎么做？楚风追问道。不是我怎么做，而是你怎么做，这件事从头到尾都要靠你。缥缈仙姑凝重的看着楚风，还请仙姑指点迷津。楚风再度恳求道。楚风，你还记得罪恶峡谷的那把封魔剑吗？缥缈仙姑问道。记得。楚风回道。那封魔剑乃是残叶魔宗之主的兵器，自从他去世之后，就再也没人能够将封魔剑拔出来。不过我曾听说魔宗之主去世之前曾说过，只要有人能够拔出那封魔剑，谁便可以统领残叶魔宗。而我若是没有猜错，你是可以拔出那把封魔剑的。缥缈仙姑道。缥缈前辈，莫非你是想让我统领残叶魔宗，然后再利用残叶魔宗制造混乱，从而让我寻找机会到达你所说的玄功石碑，修炼仙转玄功？楚风听到此处，突然明白了些什么。没错，我有一个计划，但必须要人多势众才能完成，所以必须要残叶魔宗的大军为我们调遣才行。缥缈仙姑点了点头。可是这若是失败了，岂不是残叶魔宗的人也要陪着我一同丧命？楚风眉头微皱的道。当然，所以我才说这是一场不成功便成仁的赌局，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另外，让你统领残叶魔宗，这只是其一，还有一个原因，使得你必须拿到封魔剑，那便是江七杀。江七杀，我与他交过手，他虽是4品武王，可是的实力绝对不止当日与我交手那么简单，因为他连王兵都没有动用过。
所以此人定然有所保留。哪怕你战力滔天，与他一样拥有逆天之能，但若只是你现在掌握的手段，恐怕胜他很难。但是那把封魔剑威力无穷，乃是我东方海域的王兵之王。你将我的仙转传承珠炼化后，拿着封魔剑再去与那江七杀交手，胜算会更大一些。缥缈仙姑说道：“前辈，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当日在罪恶峡谷，我看到了他们破阵的方法，所以拿到封魔剑倒也容易。只是想统领残夜魔宗，恐怕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我缥缈先锋被诛仙群岛以及3大妖族夺取的消息传开后，残夜魔宗的人就算与诛仙群岛过节在身，恐怕也不敢再与诛仙群岛硬碰硬了。所以，若想统领残夜魔宗，恐怕还要先将我师尊解救出来才可以。”楚风说道：“救你师尊？秋残风他怎么了？”听得此话，缥缈仙姑则是一愣，她其实也是想让楚风的师尊出面帮助楚风掌管残夜魔宗的，但是显然她还不知道秋残风已经被困之事。母亲，当日情况紧急，忘记跟你说了。其实秋残风他早就见状，知情的秋水浮烟赶忙将秋残风如今被困在九州大陆的事情与缥缈仙姑讲述了一遍。想不到秋残风这么命大，能够在那么危险的地藏之中活下来。不过楚风，你不要担心，若是按你所说，傅连生的实力都能够救出你师尊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也完全能够将你师尊救出来。缥缈仙姑说话之间，将目光投向了太寇，而太寇早有准备，拍着胸脯保证道：“放心，此事就包在我身上吧。”确定之后，楚风本想与太寇二人去九州大陆即可，但是左思右想，为了周全起见，还是决定4人同行，一同离开东方海域，并且就在当日直接启程。九州大陆距离东方海域很远，但是在武王这种强者面前，这种距离却也算不上什么。只是短短数日，他们就已经来到东方陆地。不过他们为了避免意外发生，还是没有带着已经失去修为的缥缈仙姑同行，而是将缥缈仙姑送到了青龙道人以及楚家之人以及九州大陆众人如今所隐居的地方，并且让秋水浮烟留下照顾缥缈仙姑。安置好一切后，楚风这才与太寇启程，再度来到了九州大陆，潜入了地藏之中。地藏之内危险重重，并且很多机关是循环凝聚的，哪怕你将它破解，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它也会自动修复，再度成为封锁地藏的屏障。不过太寇这位4品武王可绝对不是吃素的，虽说他实力可能不如皇甫皓月那么强悍，拥有横扫一切的实力，但是破解这些屏障却也不难。终于闯过道道关卡后，楚风与太寇来到了地藏的最深处。好厉害的地门，这座地藏可真不简单啊！离着老远，楚风与太寇便看到了那屹立天地之间、金光璀璨、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地门。而再度见到地门的楚风也是颇为感叹，想当初他那般弱小，可是如今的他已是增强数倍。但哪怕如此，那地门带给他的感觉也是如同当年一样，没有因为实力的增强而有分毫的改变。我师尊在那里困住他的叫做4象束缚阵，不过只是看了地门一眼，楚风便将目光投向了远处的一座大阵，因为他更为关切的是秋残风的处境。那座阵法很是强大，4个位面分别刻画着4只凶猛的巨兽，而那正是困住秋残风的4象束缚阵。此刻秋残风正在阵中沉睡，并且睡得很香，可能因为力量被封锁的缘故，哪怕楚风2人靠近后，他也没有丝毫的察觉。楚风来到近前，仔细地端详了一下秋残风，发现虽然时隔已近2年，但是秋残风的状态却还算不错，尤其是他的脸色竟然比当初还红润了许多。不过可惜，有着这4象束缚阵的阻隔，哪怕楚风精神力再强，却也看不透秋残风的修为。不过4大护法的修为应该相差无几，所以既然幽冥灯是4品武王，楚风猜测秋残风也应该是这个境界才对。这座所谓的4象束缚阵很厉害，不过绝大部分的力量都用来封锁住了秋残风的修为了。我若想破解的话，倒是不难，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大概要10日左右。此刻太寇也在仔细观察这座4象束缚阵。其实晚辈倒是有一个破解之法，只是需要前辈的力量相助，10个时辰应该可以破解。楚风说道。10个时辰。听得此话，太寇则是一愣，在其眼中闪过一抹怀疑之色。10日时间，这已是他预判的最快速度，可楚风却说10个时辰，这在他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见状，楚风也不多说，而是手指探出，对着虚空一阵比划，很快的一张光芒四溢，微光闪闪，线路图便竖立在了半空之上。看到此物后，太寇顿时眼前一亮，竟然愣住了。片刻之后，他才微微一笑，赞叹道：“楚风小友，果然非同小可，就按你说的做。”决定之后，太寇便按照楚风的方法凝聚破解大阵，而楚风也是帮忙布置。楚风，是你吗？只不过2人刚刚布置没有多久，秋残风便苏醒了。师尊，您醒了。见状，楚风走上前去，对秋残风恭敬行礼，进行问候。正所谓1日为师，终身为父。哪怕秋残风什么都没有叫过楚风，并未尽过师尊之职，但是在楚风心中，既然拜了秋残风为师，那秋残风一辈子都是他的师尊，就像诸葛流云和青龙道人一样。哪怕如今楚风的修为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可是楚风对他们依然毕恭毕敬。这种尊卑与实力无关，因为在楚风心中，他们永远是必须尊敬的长辈。楚风，真的是你？然而秋残风刚刚醒来，便见到楚风在阵法之外，还以为这是梦境，感觉是如此的不真实。师尊，是我，是弟子来救您了。对了，师尊，向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太寇前辈，是他破开一路关卡，带弟子来到此处的。楚风指着太寇介绍道：“秋水太寇。”然而当秋残风看到太寇后，
却是眼前一亮，略感吃惊，可见他早就认识秋水太寇、秋残风，真是好久不见。而太寇也是微微一笑，显然他们真的是旧相识，只不过从他们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以前的他们似乎交涉不深，并且应该有所过节才对。楚风，你怎么带他来到此处？我不是叫你请傅连生的吗？秋残风很是不解地问道，不过眼中却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只是不理解楚风怎么会与太寇走到一起。师尊，实在对不起，如今残夜魔宗发生了一些变故，弟子实在无法见到傅连生前辈，而眼下情况危急，弟子必须尽快救出师尊才行。太寇前辈是弟子值得信赖之人，他也愿意解救师尊，所以弟子无可奈何之下，便请太寇前辈来此了。弟子唐突之处，还望师尊能够谅解。楚风一脸歉意的道：“傻小子，你为了救我尽心尽力，我又怎么会怪你呢？”秋残风摇了摇头，他的确没有怪罪楚风，他对楚风有的乃是感激。虽然没有怪罪楚风，但他还是略微感叹的，将目光投向了太寇，说道：“只是没有想到救我的会是他，不过也罢，陈年往事无需再提。秋水太寇，你今日救我，我秋残风日后定会报答，不必了。我来此处是看在楚风的面子上，可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不过秋残风，不得不说，你运气真好，竟然收了楚风这样一个弟子，他将是你一生的荣耀。”太寇说完这番话后，便继续布置阵法。楚风也是赶紧帮忙，这阵法很复杂，不过一切都在楚风的掌控之中，所以在二人的联手之下，很快的一座磅礴的破解阵法便浮现而出。楚风竟然变得这么强了，而亲眼目睹一切的秋残风，此刻眼中更是挂满吃惊之色，因为他能够看出来，这座阵法虽然主要依仗着太寇强大的力量，但是真正的功劳却在于楚风。虽然他早就看出楚风是一个人才，但却没有想到人才到这种地步。短短2年不到的时间内，楚风竟然便成长到了这种地步，这当真是超乎了他的想象，让他这位师尊对其弟子刮目相看。师尊，我们要破解这4项束缚阵了，等下还需要您老里应外合，这样能更快的破解此阵。一切完毕后，楚风说道。秋残风点了点头，这些他自然明白。随后，楚风与太寇分别站到2座阵眼之中，开启阵法。这破解阵法一开，顿时光芒四射，无数道符咒排排而列，仿佛千军万马进攻城池一般，疯狂地向4项束缚阵攻掠而去。但是4项束缚阵绝非这么容易便破解的，感觉不妙，顿时怒吼四起，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巨兽纷纷出场，他们巨大凶猛，镇守一方，各显其能，宛如守护者一般，抵挡着符咒大军的进攻。不过对于这一切，楚风与太寇皆是早有预料，所以他们2人不惊不慌，催动阵法，发动更为凶猛的攻势，进攻大阵。被那连绵不绝的攻势纠缠，4只巨兽显然被激怒了，他们怒吼连连，在抵御攻击的同时，竟向楚风与太寇发动了攻势，并且攻势之凶猛，简直超乎想象。不过好在这座破解阵法攻防一体，哪怕那4只巨兽的攻势再强，却也被抵挡在外。但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这阵法又完全仰仗楚风与太寇的催动，他们既然防守，就肯定会减少破阵的力度。这样一来，倒是陷入了被动。4只巨兽虽是凝聚而成，但却仿佛具有灵智一般，他们竟然看出自己的攻势有效，在一边抵挡攻击之时，更为凶猛地攻向了楚风与太寇。4只巨兽各具其能，可以说他们每只的所具备的力量都在4品武王的层次，并且掌握的战力绝对不弱于太寇。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力量竟然在一直攀升，大有要突破到5品武王的意思。这种情况之下，楚风和太寇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因为若是他们4个的修为真的突破5品武王，楚风与太寇莫说破解此阵，恐怕2人今日都要葬送在此处。该死的东西，束缚老夫这么久，还想继续束缚老夫不成？然而就在这时，4项束缚阵内的却是突然传来一声愤怒的暴喝，那沉默许久的秋残风突然爆发了。秋残风怒吼传来，顿时威压滚滚，一层有一层磅礴威压，如同旋转的飓风一般，自其体内席卷开来，不断的冲击着那4项束缚阵。在这种冲击之下，先前还牢不可破的4项束缚阵顿时便出现了瓦解之势。秋残风只差一点就可破阵而出，师尊他的修为。而这一刻，楚风与太寇也是不由吃了一惊，因为他们此刻终于能够感受到秋残风的修为。秋残风的气息在何境界？原来秋残风并非是4品武王，如今的他乃是5品武王，并且气息之雄厚，恐怕已经处于5品武王的巅峰层次。在秋残风出手后，那4只巨兽顿时变得慌乱起来，他们的力量有限，先前只顾着打压楚风与太寇，使得本用来压制秋残风的力量被调转了出来，这导致本用来压制秋残风的力量越来越弱，这才让秋残风找到机会得以爆发开来，与他们抗衡。眼见事情不妙，4只巨兽开始极力补救，但是此刻秋残风的力量已经爆发，而他们的力量却终究有限。若要打压秋残风，就会放任楚风与太寇；若要打压太寇，就要放任秋残风。他们腹背受敌，已是无能为力，注定大势已去。终于，一声刺耳的轰鸣响起，这方天地顿时剧烈颤动，一层又一层狂暴的涟漪，宛如狂猛野兽一般，以恐怖的速度横扫开来，瞬息吞噬了这方天地。而此刻，身在涟漪最中心的楚风、太寇以及秋残风3人却是满面喜悦，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因为那4只巨兽已经荡然无存，哪怕那涟漪肆虐的再凶猛，对于他们3人来说也没有任何威胁可言了。这4项束缚阵被破开了，
并且从布阵到破阵还远不到8个时辰。恭喜师尊，摆脱束缚，重获自由。这一刻，楚风先是喜悦地向秋残风施以一礼，以尽弟子之责。楚风，快起来，不要拜我，我实在是太惭愧了，收了你这个弟子，什么都没教过你，却要你来救我，真的应该由我感谢你才对。秋残风赶忙将楚风搀扶起来，他一脸的感激。师尊，您千万不要这样说，这都是弟子应该做的。楚风说道。哈哈，楚风能有你这样的弟子，真是我秋残风的福气。对于这样的楚风，秋残风真是欣喜万分，满意至极。而在激动之余，他又看了太寇一眼道：太寇兄，多谢，如今我们可是统一战线，客气的话就不必说了。太寇随意的摆了摆手，不过见到秋残风如此客气的态度后，他的态度也是友善了许多。这种感觉，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却是突然神色一变，复杂的情绪涌现在其脸庞之上。楚风，怎么了？见状，太寇与秋残风皆是神情一变，紧张地问道，因为他们在楚风的脸上看到了一丝未知的惊恐。而就在这时，宛如数道雷鸣交错响起的浑厚声音开始自远处响起，而伴随着这股震撼性的轰鸣，本已渐渐平息的大地也是再度剧烈颤动起来。这一刻，太寇和秋残风都是不由回身，将目光投向了地门的方向，并且秋残风更是大袖一挥，释放出自己那5平5王的力量，使得那仍在肆意的涟漪彻底消散。只不过当那涟漪消散之后，楚风3人那不安的面容却不由再度大变，因为如同他们担心的一样，那声音果然来自地门。此刻那金光璀璨、不可亵渎的地门正在缓缓开启，在地门的另一端则是一个让人为之震撼的世界，那竟是一座浩瀚无边的星空，银光闪闪的星河，划空而过的流星，以及一道道闪亮发光、忽大忽小的星辰，此刻是那般的近在咫尺。自地门而开，有着一条7色彩虹铺成的宽阔道路，这宽阔道路的两端站立着一尊尊高大威猛的雕像，这些雕像身披金甲，光芒四射，虽然站立在两旁一动不动，但是只看一眼便能够看出来，这道路两旁的金色雕像乃是具有灵智的，乃是非常强大的存在，恐怕每一只的实力都足以秒杀楚风3人。而在那7色彩虹道路的尽头处，有着一座非常宏伟的城池，那城池内的建筑不仅精致，更是唯美，简直宛如仙境一般。只不过此刻那城池的大门紧闭，无法看清城池内的真实面貌。地门开启，这才是真正的地藏。这一刻，秋残风忍不住惊呼起来：真正的地藏！师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楚风好奇地问道，因为他能够感觉到那地门之内有多不简单。这话还要从头说起。地藏是一种级别很高的宝藏，能够闯入地藏者，至少要5王强者才行。在东方海域也有几座地藏，不过凡是被发现的地藏早就被开启，其中内的一切也早就被拿了个干干净净。就譬如如今东方海域的王兵，大部分便都是出自地藏之中，但实际上地藏也有强弱之分。传说唯有具备地门的地藏才是真正的地藏。据说地门乃是5帝打造而成，是真正的5帝强者所留下的产物，地门之外乃是凡物，地门之内才是真正的宝藏。对于这种传说，东方海域流传已久，但是却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具备地门的地藏。但是来到此处后，我却见识到了地门，并且不止见识到了地门，还见识到了具备地门的地藏有多厉害。我被困在此处将近2年，便已经说明了一切。秋残风很是凝重地讲述道，这样说来，这座地藏岂不是东方海域与东方陆地最厉害的一座？听得此话，楚风越加吃惊，他没有想到当初自己发现的这座地藏，竟是连东方海域都没有出现过的。至少目前所发现的地藏之中，这座是唯一一座具备地门的地藏。地门很神奇，蕴有令人疯狂的魔力，同样具备毁天灭地的威力。相传地门是无法强闯的，唯有它自动开启，才可进入其中。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不但有幸见到传说中的地门，还见到了地门开启的样子，见识到了地门之内那神奇的世界。秋残风再度感叹道：是啊，起初听说你被困于地藏，我便猜想是怎样的地藏能够将你束缚。而当我来到此处，看到那地门之后，便全都明白了。但是我也没有想到，将你解救出来后，会使得这地门开启。那浩瀚的星空世界真美，我是真想进去瞧一瞧啊！太寇也是感慨地笑道，且在其苍老的眼眸之中充满了向往之色。这地门之内既然蕴藏着真正的宝藏，是不是也就代表着那地门之内蕴藏着真正的危险？楚风开口问道，因为曾经见识过地门之危的楚风，知道这地门有多恐怖，对这地门有着深深的忌惮。咱们3个连走过第1座雕像的资格都没有，别想了，至少如今这地门不是咱们能够闯的。太寇摇了摇头，而秋残风虽然没有说话，可是他却也赞同地摇了摇头。显然这2位5王强者虽然很向往那地门之内的宝藏，但实际上却早已经望而却步了。蛋蛋，此事你怎么看？这一刻，楚风不得不向蛋蛋请教，因为他能够预感到这地门的确蕴藏着巨大的好处，但同样如太寇所说，这地门蕴藏着无比的凶险。老实说，地藏内的机关各有不同，每个人布置地藏的方法都不同，所以我对地藏内的一切并不太了解，而对这所谓的地门就更不了解了。但是我能够察觉到这座地门很不简单，所以当初我就说过，我觉得这座地门很可能是一件地兵。今日一见，我更加确定了。蛋蛋甜甜地说道：地兵？蛋蛋，你是说这地门真的是一件地兵？可是那地门之内的浩瀚星空又是怎么回事？楚风问道。我对地藏了解有限，但是对地兵可是颇为了解的。
真正的地兵是非常强大的，不仅蕴藏着所向披靡的地级武力，更是伟大的仙袍界灵师的杰作，所以自然具备令城空间之能。而这座地门定然是一件地兵，因为它与地兵太相符了，所以我几乎可以确定它就是一件地兵，并且是一件无主地兵。蛋蛋很是确定的道：“无主地兵。”听得这4个字，楚风顿时心跳加快，一种难以形容的喜悦便由心而生。王兵已是如此强大，地兵那就更不用想了。而现在有一件无主地兵就这样摆放在自己的面前，要说楚风不动心，那绝对是假的。楚风凡事量力而行，这地门内的宝藏不是如今的我们能夺取的，但是能够发现此处就是我们的运气。四是看到了楚风眼中那浓郁的渴望，怕楚风做不要命的举动，邱残风赶忙开口劝道：“楚风，你师尊说的对，以你的天赋，日后就算成为武帝也是大有可能。反正此处没有外人发现，就等于是给你留着的宝藏，只要你日后修有所成之后，随时都可以来取，根本不必急于这一时。”太寇也是开口劝道：“这2个老头说的对，无主地兵威力无穷，根本不是你能驾驭的，更不是你能征服的，还是好好修炼，日后具备一定的实力了，再回来拿也不迟。”嘻嘻，这一刻就连蛋蛋也是笑嘻嘻的开口了。听得3人的劝阻，楚风不由苦笑起来。虽然他很想拿到这件地兵，很想将其占为己有，但是他也很清楚，现在的自己根本不具备掌握这地兵的资格。但是哪怕知道这地门不能进入，可是楚风还是忍不住动用天眼，站在门外，仔细的向门内观察一番。天眼之下，所有事物都将原形毕露。可是明知道那地门内的星空乃是假的，但楚风却偏偏看不出来。由此可见，这打造了地门内一切的那位有多强大。虽然看不透这地门内的东西，但楚风却注意到，在那紧闭的城门上面刻画着一座阵法，阵法之中有3个圆形的缺口，在3个缺口的周围则是刻画着特殊的纹路。楚风能够认出来，那纹路一种代表着冰，一种代表着火，2种图案相互交融。而看到这座阵法后，楚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开启这道门，应该与冰火有关才对。而再看那缺口的大小，楚风不由自主的便想到了苏柔和苏美，还有青龙道人，因为那3个缺口的大小与苏柔和苏美体内的冰火珠子，还有使得青龙道人身体不朽的神奇珠子一模一样。那3颗珠子那般神奇，具备着难以估算的力量，也许真的是开启那城门的关键所在。只是冰火珠子如今被封印在小柔和小美的体内，这罢了。反正此地兵也不是如今的我可以取的，只要实力强，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关于此处，日后再想不迟。楚风斟酌一番后，也的确发现，如今的他与那地门之间的距离有多遥远，所以也干脆不再自寻烦恼，而是乖乖的与邱残风还有太寇离开了此处。不过在离开之前，3人还是合力将这座地藏最后的一座入口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演示一番，不因为别的，只因为这地藏之内的宝藏，这样的宝藏，他们自然不希望被外人发现。事后，楚风3人便向前去缥缈仙姑与秋水福烟会合，竟然连缥缈仙姑也来了。楚风，太寇兄，如今东方海域到底发生了什么？得知缥缈仙姑也来到了东方陆地后，邱残风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忍不住开口询问道。至于楚风也不隐瞒，将他加入残夜魔宗，但却又被幽冥灯驱赶出来，以及残夜魔宗与诛仙群岛之间的摩擦，还有缥缈仙姑因为庇护他，从而遭致诛仙群岛的联合大军攻陷缥缈仙峰的事情，详细的向邱残风讲述了一遍。而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尤其是听到楚风帮助残夜魔宗做了那么多，幽冥灯竟然将楚风驱赶出残夜魔宗后，邱残风顿时气得咬牙切齿，异常的愤怒。但同时，邱残风也很喜悦，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位弟子竟然能够拔出那无人拔出的封魔剑。要知道，想当初他与其他3位护法为了争夺宗主之位，可都曾拔过那封魔剑，但却皆是拔不出来的。楚风，你放心，残夜魔宗欠你的，魏师会帮你全部讨回来。他们怕你的存在影响他们权威的地位，我就偏偏要将你推上连他们都惧怕的地位。邱残风凝重的道：“师尊，您的意思是？”楚风问道。“为师要你做残夜魔宗的魔宗之主。”邱残风信誓旦旦的道。